在现今世界的海军体系当中，潜艇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作为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心力量之一，不仅拥有着极强的威慑力量，而且还有着遭遇核打击之后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但这么强大的潜艇其实本身也是脆弱的存在。今天老兵就和大家聊聊现今世界上伤亡最严重的10大潜艇事故。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Top 10 K429 核潜艇事故。该事故发生在1983年6月，当时的 K429 号核潜艇正在配合其他舰艇进行演习，本来一切都在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意外却发生了。一名负责执行该操作的士兵按错了按钮，竟然把通风口给打开了，随即大量的海水就开始涌入。等到他们想关闭通风口，已经关不了了。无奈之下，只能把其他舱室隔离起来。不过，这却并不能阻止潜艇的下沉。事后，苏联高层调查显示，此次事故的原因是由于潜艇上刚刚退役了大量的老舰员，而换上来又大多数都是新人，所以对潜艇的操作还不熟悉，最终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导致了16人遇难。Top 9 K152 核潜艇事故。作为俄罗斯史上最强的核潜艇之一， K125 的事情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2008年11月8日 K152 号出海海试，突然报警灯闪烁，响起急促的警铃声，2个舱室的消防系统突然启动，随后潜艇顶部的消防喷头开始喷洒一种叫做恰龙 114B2 的灭火剂，这是一种含氟利昂的有毒化学剂，过量吸入将会很快使人中毒死亡。在俄罗斯救援舰艇赶到时，已经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伤亡，最终经过统计，一共有20人中毒死亡，21人受伤。离谱的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竟是一名士兵私自改了灭火传感器的温度设置，而且最终只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Top 8 K19 核潜艇事故。在1972年2月24日结束了北大西洋巡逻任务的 K19 号正打算返回基地，当航行到加拿大纽芬兰岛东北部约600海里120米深的海域时， K19 号机舱操舵系统的液压管路突然破裂，液压油滴落到表面200摄氏度的电气设备上，引发大火。在着火之后， K19 号便立即向苏联北方舰队司令部报告请求救援，并迅速上浮展开自救。由于救援及时且处置得当，该潜艇最终成功脱险，但火灾以及所产生的大量一氧化碳烟雾一共造成了30名艇员丧生，也成为了全世界非沉没核潜艇事故中殉职人数最多的一次。Top 7 K3 号核潜艇事故。该潜艇又名列宁共青团号，属于是前苏联的第3代核潜艇。在1967年夏天， K3 核潜从地中海返航，途中由于液压系统泄漏，导致潜艇起火。当时该潜艇正处于北欧海岸50米深处，一开始只是潜艇的第1格舱烧了起来，但随后就蔓延到了第2格舱。起火后，共有39名水兵在几分钟内死亡，幸存者得以密封2个潜艇隔舱，使火灾不至于蔓延到其他地方。但在试图经过通风系统校准压力时，一氧化碳开始继续渗透，中央岗位上的人们开始失去知觉，指挥官下令浮出水面。后来该潜艇完全是在水面上行驶完通往基地的剩余路程的。Top 6共青团元号核潜艇事故。1987年4月左右，隶属于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共青团元号核潜艇奉命前往挪威海域执行战备巡逻任务。到了4月7日，正在返航途中的核潜艇行驶至巴伦支海时，突然响起了火灾报警器的声音。根据仪表显示，火灾发生在潜艇第7号舱，随后火势很快蔓延至其他舱室。士兵们在忙于扑灭大火，在经过了漫长的5小时38分钟后，
该潜艇最终在当天的17时15分沉没，最终停留在了1685米的海底。事后经过统计，此次事故造成了42名士兵丧生，并且引发了严重的核污染事件。Top 5 K8 号鱼雷核潜艇事故。1970年4月 K8 号核潜艇奉命前往大西洋参加海上军事演习，到了当月8日，就在潜艇准备返航并和岸上基地建立联系的时候，声纳室突然报告出现了大量的烟雾。就在值班军官准备前往声纳室查看情况的时候，负责在那里值班的艇员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后面还伴随着大量的烟雾。随后急促的警报声响彻了整艘潜艇，所有舰员立即回到了战斗位置进行灭火作业。当时主要是第3、第7舱室着火，整个事故只持续了3小时15分钟，最终的结果便是 K8 核潜艇沉没，一共有52名艇员失去了生命。Top 4 K172 核潜艇事故。该型核潜艇属于是前苏联的 E2 级导弹核潜艇。在1968年，该潜艇在执行任务的途中，突然发生了水银蒸汽泄漏的事故，导致艇上的全部船员中毒，使得 K172 核潜艇最终沉没于海底。此次事故造成艇上90名士兵丧生。由于当时正处在核潜艇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以在那个时候，弹道导弹潜艇是战略力量的此次重要转变，所以此次事故引起了多方国家的关注，并将其作为了潜艇事故的典范。Top 3 天蝎号潜艇沉没。天蝎号的最后之旅始于1968年5月17日，当天夜半时分，天蝎号核潜艇狭小的无线电发报室电传打字机里急速打出一份加密绝密电报。美军高层给天蝎号艇长和秘密情报小组下达绝密任务命令，说是发现了一支神秘的苏联海军舰队，要求该舰立即改变航向，以最快速度赶到那里，对苏联舰队实施侦察。但在5天后的1968年5月22日，天蝎号神秘地葬身在大西洋亚速海海域，艇上99人全部遇难。直到5个月后，其残骸才在3200米深的大西洋洋底被发现。事后经过调查，发现该潜艇是被苏联击沉的，并发现是有一名间谍为苏联提供情报，这才导致了天蝎号出航没多久便被击沉。Top 2 K129 核潜艇事故。1968年2月，苏联太平洋舰队的 G2 型 K129 号潜艇在科布扎里上校指挥下，从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基地出发，前往夏威夷群岛西北部海域执行计划外战斗巡逻任务。潜艇上装备有3枚带核弹头的 R13型潜射弹道导弹，以及2枚核装药鱼雷。然而直到3月8日， K129 号潜艇仍未按规定汇报航行情况和战斗位置。随后在确认 K129 潜艇失联后，苏联海军中央指挥所便紧急发布了警报。太平洋舰队舰船和飞机立即展开了大规模搜救行动，但仍未能找到失踪潜艇的任何痕迹。随后苏联海军的搜索行动便终止了，艇上的98名艇员也永远地留在了海底。Top 1长尾鲨号核潜艇事故。该型潜艇是美国第19艘核潜艇，也是长尾鲨级核潜艇的首号舰。当时在1963年4月10日，长尾鲨号正在进行大深度潜航试验时，在下潜到200多米深度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海中断崖。而所谓的海中断崖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受温度以及洋流等因素的影响，同一区域的海水密度会有所不同，而这片海水密度不同的地方，浮力就会十分的混乱。当时遭遇断崖的长尾鲨号核潜艇也是很快发现了艇身动力出现了异常，于是立刻排水准备上浮。但是当水被排出去之后，这艘核潜艇的舱体却被压坏了，最终这艘核潜艇被压成碎片，沉入了2000多米的海底。船上129名官兵也是全部丧生，无一生还。
那么大家认为哪些事故是不应该发生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若有纰漏，欢迎大家指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系列，也可以发表在评论区内，老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